哎，奇怪，我刚才明明就把它放在桌子上的啊。林静，你在找什么呢？找我手机呢。你看看那个文件夹下边有没有？哎，还真在这儿，可算找到了，还以为手机丢了，把我吓一跳。说起来，林静，你刚刚说了把我吓一跳，这个把字到底该怎么用？我一直不太明白，感觉总是抓不住规律。其实把这个字背后有非常严密的逻辑，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来彻底拆解它的核心功能。大家好，欢迎来到 Mandarin Chinese Podcast， 我是林静。大家好，我是方舟。那我们就直接切入正题。很多听众朋友应该跟我一样，都有一个疑问：为什么要用把字句呢？不用把字句也可以正常表达呀。例如，我把衣服洗了，完全可以说我洗了衣服。问得好，它们意思确实接近，但侧重点完全不同。用把字句，原因就在于一个核心功能——处置。你把一个东西怎么样了，突出你对它的处理、操作以及产生的结果。处置，你的意思是把字句的焦点不是动作本身，而是被动作影响的那个东西。正是如此，把就像一个聚光灯，把光打在了那个被你处置的对象上。比如，我洗了衣服，这只是一个简单的陈述，但是我把衣服洗干净了，强调的是衣服经过我处理之后的结果变得干净了。我明白了，也就是把字句的重点在于后面一定要有一个结果。你说到了最关键的一点，这个处置的结果是必不可少的。比如说，我把衣服洗就不可以，没有干净这个结果，句子就不完整。那我来试着造个句。我已经把今天的工作做完了，可以下班回家啦。非常准确，做完就是那个结果，而且工作是经过你的努力才做完的。但这让我想到一个更细微的语境问题，比如女朋友问杯子在哪，我可以回答杯子在柜子里，但我也可以回答我把杯子放在柜子里了。这两句有什么区别吗？区别非常大，这涉及到了把字句的第一个隐藏功能，强调主语的责任。主语，也就是我。对，如果你说杯子在柜子里，这只是在描述一个客观事实，杯子在那而已。但如果你说我把杯子放在柜子里了，你是在强调是我干的。懂了，如果是好事儿，我就要邀功，说我把晚饭做好了。如果是坏事，比如我把杯子打碎了，但我不想承认错误，我就说杯子碎了。哈哈，你可真机灵。所以把字句不仅仅是处置，更带着一种强调某人负责、某人导致的强烈主观色彩。这样看来，把字句真是非常好用，既能强调结果，又能强调责任。没错，归根结底，你只要记住那两个核心：特定的对象加给他一个结局。我想起来了，有客人要来我家时，女朋友总是催我，快把房间打扫干净，他们很快就到了。打扫干净就是结局。哈哈，你用得很对，这个结局很有画面感，一下就能想象出两个人慌慌张张打扫的场景了。那我还有一个疑问，你最开始说的把我吓一跳怎么解释呢？应该是谁负责吓自己一跳呢？这个问题问得好，正好引出了把字句的第二个隐藏功能，也是它的高级用法。在把我吓一跳这个句子里，真正的主语其实是被省略掉的那件事，以为手机丢了这件事。哦，所以主语不一定是人，也可以是一件事。对，当主语是一个事件或者情况时，把字句就特别擅长强调这个外部原因对人造成的强烈情绪或生理影响。这里的责任就从人的主观责任扩展成了更广泛的因果关系。我好像有点明白了，是那件事导致了我的情绪结果。完全正确。再给你举几个例子，你就更清楚了。比如你上班快迟到了，你等车等了很久都不来，你就可以说公交车怎么还不来，把我急死了。还可以说把我急得团团转。
哇，这下全懂了，把我急死了和把我急得团团转。主语是等不到车这件事，把字句把原因和结果牢牢地绑在了一起。没错，总结一下，把字句不仅能强调人对物的处置和责任，还能强调事件对人的影响和因果。这下把字句我就全明白了。我再继续造个长句，我打算把播客录完以后赶紧回家休息，这一天可把我累坏了。完美，你已经掌握了把字句的精髓，它让语言变得更生动、更具体，能够清晰地表达出动作对事物造成的影响和结果。那有没有什么动词是不能用把字句的？问得好。简而言之，心理活动动词通常不能用把，比如你不能说他把我喜欢，我把你知道，我把你想念。为什么呢？喜欢、想念，是因为没有产生变化吗？对，因为喜欢、知道、想念这些动作只是你脑子里的活动，并没有对你这个对象造成处置、移动或形态改变。记住，把字句通常稍微带一点点暴力或控制的色彩，它需要对物体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哇，这个点太犀利了。因为喜欢没有让对方发生变化，所以不能用把。除非这个心理活动强烈到产生了结果，比如他把我的心伤透了。你看，伤透就有结果了，心碎了，这就可以用了。他把我喜欢是不对的，他把我的心伤透了是对的。这个对比太扎心了，但也太好记了。没错，学语法就是这样，理解了背后的逻辑，再配上一点生动的场景，想忘都难。这下我终于把这个字的用法搞清楚了。今天的干货真的很足。哈哈，方舟，你是在说绕口令吗？希望你不要把听众朋友给搞晕了。希望这种讲解方式能让大家对中文语法学习会有些帮助。接下来我讲个小故事，考考大家里面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好啊，我准备好了，开始吧。我昨天看到了一只狗狗在路边吃香肠，我把狗狗的香肠抢走了，把狗狗生气了，我把狗狗咬了。我说我们扯平了，你可以把我原谅吗？狗狗汪地叫了一声，把我吓了一跳。故事就到这里。等等，我好像发现了几个地方怪怪的。把狗狗生气了，这个肯定不对，少了一个动词。看来你掌握得很扎实，这个故事里确实有几处语法错误。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你们认为有问题的句子以及如何改正。之后我们会把正确答案公布在评论区，别忘了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获取更多专业地道又有趣的中文学习内容。我是林静，我是方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